江湖啊，原本是死的，有了我们这些江湖人的故事，才是活过来的江湖啊！干！干！徒儿，你还记得上路前我说的那句话吗？哪一句啊？看好我出的每一剑，除了最后一剑，不然功亏一篑。我不想错过那一剑。我的傻徒儿。料峭凌波来，舟上玉生烟。羽生魔，你还是来了。春水兄，这剑仙羽生魔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啊？我云哥跟着他，该不会学坏了吧？哼，我这一路上听着好几个江湖人说，他带着云哥闯男爵的事儿。这羽生魔啊，年轻时有个称号，叫做羽狂徒，就是因为他很狂很傲。年轻时行走江湖，打败了不少武功远远高过他的人，靠的就是这身狂气。可惜啊，可惜后来遇到了李长生。这李长生何许人也？更狂更傲。你能不能不要总是这样有意无意的夸自己啊？臭小子，我这是夸自己吗？我分明就是在夸李长生。我都说了，这一世我要做一个儒雅的读书人，翩翩少年，不闻天下事，只为美人折腰。您都180多岁了，还为女人折腰呢，就不怕把腰折了呀？哼！春水兄，这羽生魔啊，年轻时很是俊俏，只是后来练魔仙剑时出了差错，竟变得比女人还要美。你看，他就不如你，不懂儿女情长，不然也不会千里迢迢拿着剑去杀燕灵霞了。春水兄，燕灵霞怎么啦？漂亮，真是漂亮！你是真不怕把腰折了呀？再往前5里地，会路过个小镇，叫做千月镇。今天我们就在那儿休息。
师傅，那你说，羽生魔是那炎灵侠的对手吗？不好说呀。你不是什么都知道吗？还有什么不好说的呀？若他死刑是为了自己，那么两个人打个平手，应该不是什么问题。但若他是为了别人，你是说为了云哥？羽生魔啊，别看很多人都称他为魔，但其实在我心中，他比很多人都要什么？都要善良。我败了，可你却要死了。你救的不该只是这个男爵第一高手的虚名。我从来不求这样的虚名，即使世间都这么认为，那就这样认为好了。徒儿，我不让你看那最后一剑，不过你还是看了吧。师父，徒儿，不要难过，也不要找炎灵侠去复仇。我练魔功这么多年，我的身子早就反噬的差不多了。就算今日不来此求嗣，我也活不过半年。这一路，我一共出了13剑，每一剑都是对你的指点。我身为你的师父，最后也只能做这么多了。徒儿，我不想你看最后一剑，是因为我不想你步入我的后尘。但你既然看了，就要当得起这一剑的传承。我给你留了一封信，信上有地址，你按照这个地址去寻。师父给你留了份礼物。多谢师父。北方有个老头，我这辈子都没打赢过。你要争口气，赢了他的徒弟。徒儿记住了，必不负师父所托。再见了，我的徒儿。江湖人不知我羽生魔从何而来，我亦不想让江湖人知道我终于何处。
车水兄，在看什么？远处似有故人离去。到了，就是这儿。车水兄，你以前来过这儿？要锄头、铁锹还是犁啊？要刀，一把好刀。你是何人？故人，叫什么名字？南宫春水。你不姓李？你和那家伙年轻时长得一模一样，你不是他的亲儿子？怎么？难道在你眼里，他像是个有风流债的人啊？当然，那个骚包，就算他有几个小孙子，我都不会奇怪。骚包，去。这么说老朋友可不地道啊！行了，别站那儿了，进来说吧。说说吧，什么来头？在下百里东君，学堂李先生弟子。在下尹落霞，是柳月公子的弟子。柳月的弟子，难怪这么漂亮。至于你嘛，看起来一副武功平平的样子，拿着的剑倒是不错。两个金刚梵境的毛头小子，一个半斤八两的小丫头，她到底是有多大的胆子，居然放心就这样让你们来找我？不知这位铁匠师傅功夫几何，这般看不起金刚梵境？哎，我不是瞧不起金刚梵境，我只是瞧不起你的金刚梵境，因为我也在金刚梵境。小子，想要挑衅我，还早了30年。哼，明明是你挑衅我。东君，这位就是我跟你说过的，排名前3的兵器锻造大师，兵神罗胜。哼，公子，那些药材异常的珍贵，请一定要妥善的保管。还请公子代我家老爷问辛先生好。放心吧，这药啊，不仅关乎你那穆家病人的命，也关乎我的命。多谢掌柜的，走了。公子慢走。还好您咋来啊？看你都多久没来了呀？想死我们了。要不要去找他？我有个哥哥，也会吹这支曲子。我把你误认为是他了。其实我还挺想要个妹妹的。你这人，竟敢3番2次占我便宜！相识满天下，知交能几人？我相信这世上有知音。姑娘的琴，我的叶，恰逢其会。我会再来的。走了。嗯。玲珑姐姐，司空公子他回来了。小姐，他又回来了。学的那个曲儿好听啊！
司空公子，多日未见，怎么忽然就想起了我？我其实心里一直默默记挂着姑娘，只是一直未敢打扰。哦，那怎么今日就赶来打扰？我就要离开天启了，今日特来向姑娘告别。告别？本就只是萍水相逢，当不得公子特地前来告别。公子太爱了。我知道，我对于姑娘而言，只不过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。但姑娘对于我来说，意义非凡。今日一别，我定会再回来。等我真正练成枪法的时候，等我真正能够守护好姑娘的时候，真是又呆又冷。别废话了，你们到底是来做什么？啊，李长生那个家伙，定是没给我安排什么好差事。李先生是想请您给这位小兄弟打造一把好刀。不打，我刚接了一个重要的单子，可没空理他。多重要的单子，您也看看李先生给您的酬劳吧。这是他留下的。李先生也是寻了好久。你小子拿了一把仙宫品的剑，还要到我这儿来要一把刀，看来李长生这家伙是准备要把他的绝学传授于你了。什么绝学？双手刀剑术。不错，他的双手刀剑术，刀术霸蛮，剑术轻易，一重一轻，合力无敌啊！我观你这柄剑，可称之为轻易，那我便赠你一把足够霸蛮的刀。看来罗兵神这是还有存货呀。前些年有人送了我一块天外云帖，我打了一把剑，一把刀，那把剑已经要给刚才我说的那个人了。至于那把刀嘛，还需要最后的锻造，3日的时间。要你铸剑的那个人，也和李先生一样有面子？可比他像个人。至少啊，人家是拿着真金白银来的，可不像他，拿着块破石头，就想从我这里骗走一把绝世神兵啊！啊！你们记住，这3日别来打搅我。好刀，这刀叫什么名字？我和剑心种的家伙不一样，兵器铸好的那一刻，便与铸造师没有什么关系了。至于它叫什么名字，
应该由它的主人来取吧。都过了这么久了，罗宾神还是不忘和剑心中的李素王抬杠呀。谁和他抬杠？我只是看不惯他那副故作风雅的样子。剑就是剑，还取什么老婶子的那个什么什么听雨观雪，又是什么闻风望花的，我呸，恶心！好，既然我的剑叫做不染尘，那这柄刀就叫做红尘滚滚不染尘，铅华洗尽见真心。不如就叫它金铅华吧。好，就叫金铅华。行，现在你也有了刀，那就遵从李先生的意思，不练那个什么袖剑19式了，改练刀法。什么刀法？拿着。五虎断山刀。我说春水兄，这刀法我见过，我家护院也在练。可别小看这刀法，曾经我有一个朋友，就是靠这套刀法名扬天下，对吗？你又开始编瞎话骗我了，我才不信呢。你可以相信，因为他刚才说的那个人，就是我。若是不服，和我过几招如何？嗯？好。现在相信了吧？这武器可以普通，武功可以普通，但是手握武器的人绝对不能普通。这罗宾神的五虎断山刀，可比萧逸的袖剑19式差了不少呢。东京清楚了，我会勤加修炼的。难得见你这么老实。云哥。云哥，那我是不是得叫你东东君啊？你怎么来了？因为这柄剑是我的。敢问这里可是罗宾神住所？你是何人？在下叶鼎之，奉师父之命前来取剑。哦，原来是你啊！来，坐。剑已铸好。你师父提前付清了银两，随时便可取走。多谢罗宾神。你师父他近况如何？这位小兄弟是？我叫南宫春水，奉李先生之命，带着百里东君来这里取刀。东君他在这里啊？他不服罗宾神的五虎断山刀，现在在里面躺着呢。那我明日再去见他吧。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。我师父他已然离去了。小兄弟，你认识我师父？当算是挚友。原来这柄剑的主人是你呀，真是巧了。他叫什么名字呀？你的刀叫什么？它叫金铅华，是我起的名字。那我的剑就叫琼楼月吧。琼楼月，是个好名字。这样我们以后就可以刀剑合璧了。行了。话也说完了，我们该启程了。云哥，一起吗？我还要回南爵处理一下我师父的事情，但还能再陪你们走一段。怎么？这是要走啊？是啊，再不走就来不及了。来不及？来不及什么？我们是很着急要去那个地方吗？可是我觉得这一路以来你也没有很着急啊。我们不是直接去那儿。顺路还要去另一个地方，时间上会有些许耽搁。去哪里啊？唐门。去唐门做什么？听说那边有个试毒大会，我
我们就过去凑凑热闹。经此一别，此生怕是再无机会相见。你们一定要用好这2柄刀剑，希望有朝一日，让我在这小镇中，也能再听到他的传说。也不知道这小子到了哪里。先前收到九皇子的来信，还以为学堂也受不了那混世魔王，给赶了回来，还偷偷欢喜呢。咱们这个儿子只是表面顽劣罢了，他能跟随李先生一同出门远游，也是一番好的造化。你说，他们会路过黔东城吗？应该不会。李先生这个人最怕麻烦，而要见大名鼎鼎的镇西侯，却是天大的麻烦。我知道你想的，但在他这个年纪，正是应该见识广阔天地的时候。你不想他？我不想。臭小子，有什么好想的？程峰，我心里总是有些隐忧，我怕东君。放心吧，有李先生在，东君能有什么意外？你若真是不放心的话，兄长以后好歹也是要接管温家的人，你净想着折腾他。那就要看兄长他自己觉得什么才是真正的折腾。哎呀，又想出去溜达？每天窝在家里面制毒，多无趣啊！这么多毒药，毒死半个北黎都够了。哎呀，前日唐门可差人送来了一封请帖。你是说仕途大会呀？不错，世人皆知咱们温家独步天下，唐门竟敢号称毒案双绝，怕是早有争锋之心呢。此次他邀请我们去参加试毒大会，可不能输了。老爷子，这一次真让我们去了。老爷子说了，温家用毒不用比，上下100年，温家称第2，无人敢称第1。但是，也不怕比，谁若争锋，就把他毒下去。呀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那个他们的唐灵皇，我早就想跟他比试比试了。何日启程？明日。喂，是明日。吁，走。吾图长风，为是要往唐门一去，你可来此寻吗？唐门？这个罗冰神虽然脾气火爆，其实人还挺好的。临走前还给了我一壶他亲手酿的酒，味道如何呀？很糙，但是烈，能感受到他心中的豪情。他这个人吧，其实还挺重感情，就是有时候不善于表达，要不然也不可能错过那个小蛮丫头。
小蛮丫头。可是那个玉佩的主人，是。后来嫁给了剑心种的李素王，再后来，就有了个女娃娃。啊，你知道的，李新月。二师兄的丈母娘，那也不小了呀。你看看你现在这模样，还好意思叫人丫头？一直都是个丫头，死的时候也才25，正是丫头的年纪。死了。罗胜一直把他的死归咎在自己身上，但其实跟他没什么关系。后来他就隐姓埋名，来到了这个小镇上，发誓再也不踏入江湖半步。哎，原来罗宾神是给自己设了个牢笼，把自己关起来了呀。谁不是呢？于我而言，这牢笼就是这天地之间，不生不死，不毁不灭。哎，说起来也有趣，但是吧，有时候又觉得无趣。这水兄，有点嚣张。哎呀，温不平啊，温不平！你还真是人如其名，一步一步又稳又平。我在马车里都快睡着了，你就不能稍微快一点吗？可我有什么办法？哎呦，咱们温家不同于其他门派，若是其他门派先到了，他们自会尽地主之谊，好生招待；若我们温家先到了，他提防我们，我们提防他们。放心吧，我算好时间了，最后一刻赶到才是刚刚好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哎呦，你做事情就是太谨慎。你狂放，我平和，咱们温家才能越来越好啊！哈哈哈哈。吁！哎呦，又怎么了嘛？怎么索性连走都不走了？你派出去的人回来了，怎么样？找到他们的行踪了吗？找到小公子了，但是没有看到李先生。小公子正和2位年轻公子，还有1位年轻女子同行。1位年轻女……哎，李先生不在，那他们要去哪儿啊？看方向似乎也是锦城。唐门？他们也要去唐门？我有个不好的猜想，是不是东君和李先生走散之后被那3人劫持？哎，我先行一步，你自己慢慢赶车吧。哎，东君，这位春水兄究竟是什么身份？你可以理解成，我是李长生的转世。人能不能转世我不知道，但我知道不可能一转世直接就是这么大一个人。不过你这说话唬人的样子，倒还真像。不错，云哥，他就是李先生。什么？你我2人还有机会成为师徒呢。是啊，那天晚上有变故，不如今日拜师也不错。我去天启城参加学堂大考，不过是想看一下我师父的一生之敌究竟是何母的，倒也不曾想过真的拜入先生座下，而如今更是不可能喽。在教导徒弟这件事上，你师父或许比我更强。唉，我忽然有一个感慨。什么？江湖啊，原本是死的，有了我们这些江湖人的故事，才是活过来的江湖啊！干！干！